要是明天的數學考試突然規定考卷上絕對不准出現任何加、減、乘除符號，這題你應該怎麼解？你大概只能像寫散文一樣，在試卷上硬着頭皮寫下一個未知的東西加上另一個東西，結果等於2。別笑，這可不是什麼笑話。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裡，這就是古代那些最頂尖的聰明大腦每天都要經歷的至暗時刻。在數學史上，這被稱為讓人絕望的文字代數時代。在那個年代研究數學，簡直就像是一场耐力折磨。咱們先看看公元前1550年左右的古埃及，目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頂級国宝文献《萊茵德數學紙草書》記錄了當時人類最高級的數學智慧。但根據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關於該文獻的學術研究論文記載，當時連最基礎的加減法都沒有一個像样的圖標。那他們怎麼算賬呢？古埃及人在紙草書上畫了一對正在走路的小腿，如果脚尖順着文字书写的方向走，這就代表加；要是腳尖反着文字書寫的方向走，对不起，那就是減。要是算個稍微長一點的賬本，滿紙都是向左走和向右走的腿，光看這畫面都能把人給當场繞暈。既然古埃及人畫腿畫到崩潰，那後人總該吸取教訓了吧？然而並沒有。時間往後推，來到了中世紀，情況依然讓人窒息。根据牛津大学发布的数学史文獻《伊斯蘭數學中代數的歷史與哲學考證》，直到16世紀之前，無論是古巴比倫人還是中世紀的數學巨匠，解方程依然要全部用完整的自然語言去長篇大論。比如我們今天一眼就能秒懂的极簡方程 x 加2等於4，在那個年代，你得端坐在昏暗的書房裡，用鹅毛筆郑重其事地写下一句詩歌般的長句，这個未知的事物加上2等於4。发现哪儿不对了嗎？這哪是在做嚴謹的邏輯推演，這分明就是在寫長篇小作文。這種效率極其低下且拖沓的信息密度，讓大腦的認知負荷直接原地拉滿。沒有符號作為標識，人類的思維推演速度被死死地鎖在了文字的泥潭裡，根本無法向更高階的科學進軍。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全人類的精英都被這種長篇大論折磨得生不如死，這打破僵局的加號和減號到底是什麼時候降臨的呢？你是不是覺得肯定是某位在書房裡冥思苦想的數学泰斗突然靈光一現，發明了這2個符號，拯救了蒼生呢？其實恰恰相反，加減號的誕生最初和高雅的學術界沒有半毛錢關係，這完全是一場沾滿了銅臭味的跨界打擊。時間倒推回15世紀末的歐洲，當時大航海時代前期的商業貿易正在經歷一场大爆炸。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當時威尼斯的一個跨國大鳄，每天幾百個木桶的香料布匹进进出出，如果連盘個庫存都要像中世紀學者那樣用文言文写上这桶貨物加上那桶貨物，你的資金鏈早就斷裂了。就在這生死危機的時刻，商人們對信息壓縮的極度渴望遠遠甩開了象牙塔裡的學術泰斗。其實在當時，意大利的學者們已經開始嘗試給運算界面瘦身了。根據數學史界權威專著《數學符號史》記載，15世紀的數學家們為了省事兒，開始在書稿裡用2個帶橫線的縮寫字母 Q 代表加上 Mano 代表減去。大家在書寫 Mano 時，為了追求極致的效率，越寫越潦草，最後乾脆連字母 M 本身都扔了，只留下了頭頂那條代表縮寫的橫線。這就是減號真實的身世。很多人會順理成章地猜測，既然減號是 Mano 變的，那加號肯定也是 Q 演變來的吧？這其實是個美麗的誤會。加號真正的身世根本不是學術圈的產物，這就得引出咱們真正的商業大佬了。此時，一本專門給商人準備的爆款搞錢指南橫空出世。根據美國數學協會的數學史檔案考證，1489年，德國數學家約翰尼斯·維德曼出版了一本名為《商業計算規則》的硬核書籍。在這本書裡，維德曼為了拯救商人們的發際線，首次在印刷品裡放出了2個大招：符號加和符號減。但最戲劇性的歷史真相是，這2個大名鼎鼎的數學符號最初根本不是用來做1加1等於2的。在拉丁語中，和這個詞被寫成了 at， 商人們為了搶時間，連筆越寫越快，最後把 et 生生壓縮成了极簡的加號。而在維德曼的商業賬本系統裡，加號代表的是木桶的重量盈余，也就是超重；減號代表的是重量虧損，也就是缺斤少兩。單純的數學家們看到了商人們的賬本後，两眼放光，於是學者們毫不客氣地順手牽羊，把商人的盤點符號直接拉進了高深的代数方程裡。真正意義上的加號和減號，這才算踩着商人們的肩膀，名正言順地跨界出道。至此，加減法符號算是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協議統一。但你以為數學家們從此就達成了大一統的共識嗎？還為時尚早。加減法的普及是商人和學者的默契合謀，但接下來要登場的乘法符號卻在頂尖學術巨頭之間引發了一場長達100年的血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符號
能把微積分的祖師爺萊布尼茨氣得寫信破口大罵呢？如果你是一個每天都在算高階微積分的絕頂天才，有一天你突然發現自己用來代表未知數的字母 x 和用來表示乘法的符號乘號在手寫時長得一模一樣，這簡直就是逼死強迫症的節奏。這可不是瞎編的，這是數學史上真實發生的一場 UI 設計翻車慘案。隨着加減法的普及，數學家們開始向更複雜的代數进軍。你以為乘號是伴隨着什麼惊世骇俗的學術大作高調首發亮相的嗎？錯，它最初的登場其實非常鬼祟。根据數學史界的權威考證，早在1618年，对数發明者約翰納皮爾的著作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就在這本書極其不起眼的匿名附錄裡，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偷偷用斜十字表示了乘法。後來學界順藤摸瓜才查明，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正是英國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牧師的威廉·奧特雷德。蟄伏了整整13年後，到了1631年，奧特雷德終於在自己的重量級著作《數學之要》中大筆一揮，正式把這個乘號推向了大众。作為牧師，奧特雷德的設計有一點神學色彩。這個乘號的形狀其實源自幾何學和文章學裡的聖安德魯十字。英國人一看，覺得這符號挺对稱，挺好用，連大名鼎鼎的牛頓都成了他的鐵桿粉絲。但是海峽對岸的德國數學大牛，微積分的發明者之一萊布尼茨卻對着這個符號翻了個巨大的白眼。萊布尼茨每天要在紙上寫無數個未知數 x， 奧特雷德搞出這麼個長得像雙胞胎一樣的乘號，讓萊布尼茨在狂寫草稿的時候，經常連自己都分不清哪個是未知數，哪個是乘號。在追求極致效率的萊布尼茨眼裡，這簡直就是極其低級的反人類設計。終於，這位大佬忍無可忍，根據美國數學協會收錄的珍貴歷史信件，在1698年7月29日，萊布尼茨給瑞士數學家約翰·伯努利寫了一封瘋狂吐槽的信。他在信裡毫不留情的火力全開，極度討厭用斜十字來表示乘法，因為他太容易和未知數 x 搞混了。作為當時的學術界頂流，萊布尼茨可不是光抱怨，他直接甩出了自己的終極解決方案，拋棄那些花裡胡哨的十字架，用一個乾淨利落的點來代表乘法。從那以後，數學界就徹底分裂了，以英國為首的斜十字派和以歐洲大陸為首的原點派在學術圈裡誰也不服誰。這場神仙打架的最終結果是什么？結果就是誰也沒幹掉誰。直到今天，我們在小學課本裡學到的是交叉的乘號，但到了初中和高中接觸代數後，為了避免和未知數混淆，老師們又逼着我們改用萊布尼茨的點作為乘號。乘法符號的誕生，說到底還是一場學術界的審美之爭。但你敢信嗎？緊接着要出場的除法符號，它的身世極其暗黑。它原本根本不是用來做數學運算的，而是一把在古代專門用来判死刑的文字匕首。這把冷酷的杀人刀究竟是怎麼混进清白的數學界的呢？仔細看看這個除號，你有沒有覺得它長得特別像一把橫放的匕首，把一個完整的東西生生劈成了兩半？其實除號在英文裡的專屬學名就叫 obverse。這個詞在古希臘語中最原始的意思正是短劍或烤肉叉。根據古典語文學的歷史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3世紀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學者們在校對古籍時，如果發現哪段文字是後人偽造的，或者是毫無營養的廢話，就會在這段話旁邊狠狠地畫上一個 obverse。這個符號一旦落下，就相當於給這段文字判了死刑。它的核心含義就2個字：剔除。所以你看，在古代，這根本不是什麼代表公平與分配的數學符號，而是一把審稿人用來大開殺戒的文字匕首。那麼問題來了，一把用來殺文字的刀是怎麼洗白身份混進純潔的数學界呢？這就得怪一位名叫約翰·海因里希·蘭恩的瑞士數學家了。根據國際數學史委員會的相關史料考證，1659年蘭恩出版了一本名叫《德國代數》的神書。当时的數學界正愁沒有一個好用的符號來表示除法，蘭恩腦洞大開，大刀闊斧地把這個帶着死亡氣息的匕首符號拿了過來，賦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從剔除廢話變成了分割數字。但最戲劇性的是，這個符號在歐洲大陸壓根就沒火起來，讓萊布尼茨這些大佬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因為他們更喜歡用極簡的冒號來表示除法。但偏偏蘭恩的這本書被翻譯成了英文，並在英國數學家約翰·佩爾的瘋狂帶貨下，在英語系國家徹底扎根。後來隨着大英帝國的全球擴張，這把匕首才順理成章地統治了全世界的小學課本。不過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既然除號這麼好用，為什麼咱們現在用電腦鍵盤打字或写高階公式的時候，除號往往是用斜槓表示呢？因為现代數學界也覺得除號在
在手寫的時候，如果中間那条橫線稍微畫短一點，或者上下2個點稍微畫连筆一點，就極其容易和加號看混。在追求极致嚴謹的科學界，這種視覺容錯率是不可接受的。根據當前最新的國際標準化組織文件裡的明文規定，官方现在已經明確不推薦使用除號來表示除法，而是強烈建議大家使用斜槓或直接寫成分數形式。一把在古代用來判死刑的刀，好不容易跨界混成了数学界的頂流，幾百年後的今天卻又要面臨被官方標準無情剔除的命運，這何嘗不是一種跨越千年的黑色幽默呢？商人的算計，牧師的识字，审稿人的匕首，加減乘除4個符號的狗血身世，今天咱們算是徹底扒完了。但透過這些歷史八卦，我們要重新思考一下，這场跨越100年的符號大一統本質上到底在爭夺什麼？答案其實說到底就4個字：信息壓縮。根据英国哲学家、數學家阿爾弗雷德·若斯·懷特海在其經典著作《數學導論》中的絕殺論斷，一個好的記號能把大腦從所有不必要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讓它去專注更高級的問題，這才是數學的終極奧義。那些絕頂天才們根本不是為了把數學變複雜才發明這些符號，恰恰相反，他們是為了把底層的重複運算固化成大腦的一種潛意識。只有徹底卸下大腦中那些繁瑣的運算包袱，人類才有餘力去推演微積分，去計算宇宙飛船的飛行軌道。